大家都知道，加州是一个全美国最富有的州，也是世界的第5大经济体。可是没想到，加州突然就变成一个水与火的州。我们想到，在前几年，加州因为山火肆虐，搞得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看那个太阳都是橙色的。那么现在呢，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是阴雨连绵，下到一个地方已经变成洪灾了。夸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离湾区南边一点的 Monterey Bay 那个 Monterey 半岛的那个地方，这个半岛啊，因为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叫Salinas 河，那么它最近洪水暴涨，已经超过警戒线了。到一个地步呢，假如说这个洪水泛滥的话，就会完全切断这个半岛和加州大陆的联络，使得这个半岛变成一个岛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在1952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那么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一种的暴雨，实际上是一个将近是半个世纪不遇的这样子的一个雨了。那么即使在我们的加州，我们也看到说，已经有17位人士不幸罹难，而在湾区，我们看到，在这个92号路上，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个天坑。那么这个天坑的意思呢，就是突然之间啊，毫无征兆的，那么这个好像地裂开来一样，这个路的这个路面呢就塌陷下去，大到可以容纳一辆卡车完全掉进去而见不到顶，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景象，好像地狱张开口就开始吞食路面的车辆这样的一个景象，看上去不仅仅好像灾难片，实际上就是一种灾难。那我们看到说，马上加州还会从今天晚上开始继续有至少10天的这样的阴雨连绵的天气，真的是让大家不禁想到说，这样的日子怎么能够到头啊？众所周知，加州实际上是一个干旱的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由加州政府宣布说，我们是紧急干旱的。严重干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甚至很多的城市都禁止居民在白天的时间在这个房屋前面的草坪浇水，因为水很快蒸发是一种浪费而且呢还居然规定市民来淋浴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水不够用。可是没想到天气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要么没有水，等到加州进入雨季的时候突然这个水好像这个水龙头忘了关一样的，就不断的下。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加州有2季，一季是旱季，一季是雨季。旱季呢是差不多是从5月份到11月份这段时间，而雨季差不多从11月份呢到第2年的5月份。那么本身因为寒流的关系嘛，所以加州呢有点像地中海气候，所以就只有2季。那么加州的话呢，因为有这样子的2季分明，所以呢所有的供水呢都指望什么？指望在加州东面 Sierra Mountains 那些高山上那些积雪，那么我们叫 snowpack。每一年的时候呢，加州政府呢都会派人去测量这个积雪的厚度，来预测来年的干旱程度。那么现在这个下雨我巴不得它是用储备的方式呢，全部变成雪，是降雪到东部的山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首先在我们这个沿海地区，我们的湾区呢就不会有很多的水淹的状况。另外的话呢，这些的雪落到了那些山上过以后呢，到了来年开春，雪水融化源源不断，就会继续给我们加州，特别是加州的农业提供足够的供水。那现在的话呢，好，水很多，但是我们吸收不了，土地吸收不了，怎么办？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树就突然就倒了。为什么？因为下雨的时候就把这个土质就变得很疏松。那么加州还特别有一种呢，叫做红杉木redwood。那么这种 redwood 呢，它的那种根是非常非常的浅的，那么因此的话，很容易就倒了。如果这个倒下来的树不幸砸中电线的话呢，怎么样？那么整个一个区就断电。那么不幸砸中停在路上的这种车辆，或者是倒向旁边的房屋的话，但轻则是财产受损，重则甚至可以伤人。那么我们面对这种连绵的暴雨以及所带来的这个次生灾害的话，好像很多的居民就不知所措。幸亏我们的首先加州政府在上周就公布了一个紧急状态。这种紧急状态呢，是可以动用紧急储备金，甚至是要申请联邦的紧急救援资金呢，进入加州帮助抗灾。那同步的，在湾区很多城市，包括我所在的弗利芒市呢，在周一的时候呢，也相应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像我们弗利芒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过以后呢，就可以打开绿色的资金渠道，让联邦和州一级的救灾款就直接进来。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不断这个待命的警察和消防来应对可能在城市里面所发生的情况。那更重要的是呢，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费用，甚至是包括像这个一线警察、消防人员的加班费呢，都可以将来用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资金呢来加以报销。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城市采取的一个首先的一个步骤，但是切实的步骤就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了一个高中 Washington High School 华盛顿高中的这个体育馆，我们建立了一个避难所。因为什么？因为因为家里的这个断电，所以呢家里没有暖气，没有办法烹饪，所以的话呢，家里如果有老人啊，有孩童的话呢，就赶快需要到这些的救难所，我们在那里提供热食啊，提供过夜的这些的床铺啊、毛毯啊和其他一些过冬的装备，更不用谈说如果是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暴雨连绵的一个情况下，就显得更加的悲惨，需要这样子的一个避难所。同时呢，我们开了3个地方来免费向市民提供沙袋。到目前为止呢，市政府已经提供了超过14000个沙袋。那么我们动用2个消防局的地址和市府的车辆维修大院来供应这些的沙袋，供民众呢免费来使用，免费来领取。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的确在这个自然的现象面前呢，人类显得是非常非常的弱小，可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少。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在周围能够利用到的一些的资源以便于呢互相能够守望一下。如果有周围的亲友遇到一些的不便，甚至是一些的不幸，那我们会及时的伸出援手。另外提醒一点，雨季连绵因为我们开车的观众，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什么呢？假如说路面积水，特别是路面积水还没有积到覆盖整个路面，那么你在开车通过积水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减速，因为你的一个轮子在积水里，另外一个轮子在没有积水的路面呢，就会造成这个摩擦力不一样，抓力不一样，这会影响车的平衡。那尤其是高速通过的时候，那么车会完全打滑、旋转，会造成车祸，所以特别注意。另外呢，即使是在白天，一旦你的雨刷是在刷的时候呢，按照加州的行车规定，你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不是高灯呢，是大灯，一定要打开车大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对面的车看到你，不是你看到前方的路而是很远的让对方的车看到你，因为他同样跟你在雨中视线不良，所以当你有这个明亮车灯的时候呢，他远远就知道你过来了，这样呢也会避免不必要的车祸的发生。好，那我先讲到这里。的的确确，最近这2、3年，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一起注意到极端气候的变化，所以确确实实，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印象深刻的2020年疫情秋天的时候，橙色的天空，红色的太阳，实在是令人要想到圣经当中那样一个末日的景象。好不容易旱灾熬过去，现在来了炸弹气旋。我记得年底年初，因为消费电子展要到 Vegas 去，就注意到炸弹气旋，这个名词也没特别听过。原来大气压大概760厘米的汞柱压力，但它如果掉了24厘米，就大概掉了3%，你就因为暴风的时候气压是会变低的，当这个气压掉了3%，24厘米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形成大气学上所谓的炸弹气旋，这是一个代表它的强度是很大。那我一看，哇，海尔是一天之内可能会从2级升级成5级的风暴，5级定义应该是每1小时可以高达157英里。开快车再快我也没开过的这个速度是挺吓人的。我想这些都让人真的确实也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人看起来好像为所欲为，其实真的是要多一些敬畏的心，也要多一些谨慎的心。出门入出，大家注意，也祝福观众朋友真的要谨慎，要安全。像少阳刚刚讲，路上不要雨的话，离前头车远一点，否则那个前头的水整个扑上来，你再开车，如果速度又快，
其实是相当危险。我们所在的南湾小城 Saratoga 前几天断电断了1天多，所以工作上还有教会的一些会议呢，就只好临时搬到旅馆去啊，才可以继续。这还是小事。像我们孩子住的北湾 Oakland、阿拉米达那附近，看到那个路影当中的水流啊，其实都不大相信这是你平常常去的地方。前几天在我们 Saratoga，我一天早上接到2次紧急简讯，就是 flood warning evacuation。第一次我一定把它忽略掉，这样一定是送错的，顺便接一下。第二次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自在了哈，就想一想说，我们家旁边这个小溪还有这个山是不是会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因为在一个小山丘上，不见得会淹水，可是这个山地下雨下这么多，会不会产生这个土滑的现象？这些都开始心中想一想，就是你就发现说，平常没想过、不需要想的事情，要想一遍。所以这个安全意识也是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确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不能够再把任何事情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特别在祝福大家，行车各方面都是要多加注意。邵阳刚才提到无家可归，事实上在前几天，在我们小偷个烫，我这个还要告诉我们的市议员、副市长啊，这个看怎么帮助他，就发现人去的不多那个小城上的这个一个购物中心，沙发上有被子。那第一个直觉就是确实可能有人来这里住，就确实就有个男士，他就带着被子躺在这边。前几天刮风下雨又冷，坦白讲，实在觉得当我们在带狗出去方便了，就觉得非常不忍心，要赶回家，带了一壶热水，给了他一点晚餐，给一点零钱。我们也有点人事，有点知道你不能给他太多钱，因为你不大全的背景，给他一些钱，然后把我们的 base 给他。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好好保重，please take good care，God bless you。他也跟我说 Thank you，God bless。那我想这个还要看问市政府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我就问他说，我想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怎么可以安排？所以我想在这种极端气候，除了大家自己注意安全，身边稍微多注意一下，能够帮助、能够支援，给他们一点温暖的，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啊。也特别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看看这个环境的混乱啊，还有这些经济上的压力，以及气候的这些变化，的的确确这是个不容易的时候，请大家自己多多的保重之外，也做手中能够做的事，能够鼓励帮助身边看到的社区。邵阳刚才提到说17个人遇难哈，我看最新的消息已经是19个人遇难了。然后特别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消息，就是有一个5岁的男孩，他当时就是被一些洪流，其实那个平时那个地方水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小孩不知道嘛，然后就被冲走了。那整个那个社区也联合起来进行这个地毯式的搜索，但目前还是没有找到。而且通过一个初步的一个统计，加州目前来讲，就是无论是说房屋也好，道路也好，基础设施的这个损毁，已经损失可能超过$10亿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天灾的面前呢，确实我们也是看到，在微观生活上，我们也确实受到影响。就以我为例的话，我的孩子他的这个学校，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风暴天气，导致树木把电线拉断之后，已经4天没有办法进行上课了。只是我也觉得他们的这个学校或者是校长，他们非常的负责，每一天早晨在6点钟的时候去更新一下 PG&E 是不是已经把相关的线路进行了维修到什么程度，然后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今天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上课啊，因为出于种种安全的缘故。我自己上班或者出行的时候，也真是看到交通事故比平时还是要多很多啊，看到一些车辆真的是在280、680上就直接翻掉了。然后我们再看新闻，很多地方很熟悉啊，我们经常都是平时原来去过的地方，觉得那个地方怎么可能有安全问题、安全隐患呢？我们比如说旧金山的这些市中心，Auckland 的一些地下的桥，对吧？那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设置，但是就可以淹水淹到可能10几个英尺的这种程度，一些餐厅就直接把他们的桌椅直接能够浮起来。然后再看这个17高速上，
101的高速上，在南加州的一些地方，真的直接就可以断路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确实是觉得说，自然是还是大可敬畏的哈。我相信我们有时候觉得城里的人呢，为什么通常来说好像比较 liberal 一点哈，不会觉得好像 religious 就是有信仰的人会比较少呢？因为通常来讲，我们觉得在城市里头非常的安全呀，特别在我们加州北加州这样的一个风和日丽，气候非常的舒缓，对不对？很少有极端天气，热也不会热到哪儿，冷也不会冷到哪儿，也没有很大的风，也没有很大的雨，觉得一切都平安。哎，但是其实出这种灾难的时候，有时候往往城市还挺危险的呢。那我们再想一想，以这个靠天吃饭的哈，无论说牧人也好，农场主也好，他们确实可能对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这种伟力有一个更切身的这种感受，他们可能从心态上，我想哈，也可能确实是要更加的谦卑一些。我甚至想到这个在 Santa Cruz 这么样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我非常熟悉的一个 Capitola 的一个码头，那个码头的尽头是一家租船的，然后我们可以租他的一个小船出海去钓鱼。结果就这么一个 pier 哈，大概能开车一直走到这个顶端的这样的一个码头，最近真的就在这暴风天气中直接被冲断了。而且我在照片上看到，在这个 pier 的尽头还停着几辆车呢，也就是说那些人开过去之后，这个桥就断了，这个码头断了。所以太多的事情，包括那个地方那个小镇以这个养老公寓为特别有名的 Aptos， 然后甚至在中谷这些农业区是 Merced 这些地方，在我们南边一点的 Gilroy 都有大片的社区，有一些一看就是这种 mobile house 的这种社区，低收入人的社区被淹得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也在想，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然后这些人到底又会怎样的被安置哈？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不知道邵阳还有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信息？当然，我相信就是在短期之内那州政府一定会跟当地的市政府一起合作，就是先把人救出来，那么然后才是去想办法去排水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减少这些财产的损失。那么重建和其他的方面，那么还会再陆续的跟进。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好像这个下雨还没有下到尽头，所以的话，我在考虑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提高警惕，对于我们现有的我们的观众，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防范意识，怎么样预先采取一些的措施，保证家里面的物资都充足，也可以互相守望。那么这一条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出现任何需要警察、消防来帮助的，你就可以来拨打当地的这个警察、消防的电话。如果有生命危险，那么就拨打911。那么这一些在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势之下都是我们必须要提到议事日程上面的东西。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再一次就是为大家的安全祷告，希望我们可以共度难关，能够挺过这一阵的暴风雨。最后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有时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哈。我看到这个暴雨来的时候，加州是有一个政府部门，他们是负责这个水务的，然后就是他们特别关心水库是不是有足够的水啊，有足够的这个刚才上阳提到这个 snowpack 的这个雪量到底够不够啊？他们有一个负责的官员说：“哎呀，尽管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暴风雨啊，很多地方已经很极端的这种洪灾，但是整体来讲，我们加州在经过几年的极端干旱之后，我们仍然缺水。大家能想象到吗？我们仍然缺水。那刚才更细微的一些提醒，确实是应该居安思危。在这个晴天的时候特别自己房屋周边有一些树木，可能甚至很大的一些枝条已经有一点点摇摇欲坠，或者有腐败的这样的痕迹的时候，可能在那个时候清理掉，而不要等到这个风灾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房屋的这种，特别美国我们湾区很多房子其实历史还蛮久的，然后这种木质的房屋还是比较脆弱的，很容易被这样的一个天气所影响。那希望大家真的是在暴风天气当中有平安。谢谢大家的收看，请大家继续支持西国龙门阵，再见。